战争打响了，按照100年来的规律，黄金应该暴涨，但它跌了 20%。 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。美伊战争开打，油价冲上110美元，但黄金不涨反跌，这是过去40年来最惨烈的一次修正。这背后有3个原因，大部分人只知道其中一个。最疯狂的是，就在上周，黄金在同一天之内暴跌又暴涨，一天内波动了380美元。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场牛市的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等一下说。先说今天的数字，截至3月30日，国际现货黄金的报价约4509美元一盎司，比本月最低点反弹了大约400美元。白银在 69.80 美元附近，本周涨幅接近 2.75%， 但这两个数字跟前一个月相比还是要低了很多。黄金1月份的历史最高点是 5602 美元，白银最高触及120美元，这意味着黄金从高点到最低点跌了将近1500美元，修正幅度超过 26%。白银最惨的时候跌到了61美元，差不多腰斩了。所以问题来了，战争都打了，这些号称避险资产的黄金白银为什么反而会跌成这样呢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深挖的问题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。我们先从最基本的逻辑说起。每次有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危机，黄金的反应规律基本上是这样的：先涨，然后在不确定性持续的时候维持高位，等待局势明朗后再回落。1979年伊朗革命，黄金从226美元涨到524美元，一年翻了1倍多。1990年海湾战争，一个月内涨了 10%。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，黄金涨了 8.5%。 按这个规律，美伊战争打响之后，黄金应该是往上走的。但这一次发生了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。2月28日，美以联合打击伊朗，黄金最初确实涨了，从5296涨到5423，然后就开始一路往下。到3月23日，黄金跌到4100美元，这一周的跌幅是40年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。白银同期一度跌至61美元，差点把2026年全年的涨幅都吐了回去。等等，我知道你可能在想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等一下告诉你3个原因，但最让你没有想到的是第3个，我们等一下说。先说第一个，也就是最直觉的那一个，油价。伊朗控制着霍尔姆兹海峡，全球大约 20% 石油运输要经过这里。战争一打，市场就开始恐慌了。布伦特原油一度涨过110美元、112美元。油价涨就意味着通胀，通胀高了，美联储就没有降息的理由了。你理解了这个逻辑，就能理解黄金为什么跌。黄金是非升息资产，它不付利息。当你可以把钱放在国债里面拿 4% 的回报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很高了。所以当市场预期美联储要维持高利率，大量资金就会从黄金撤离，转向美元，转向高收益的债券。美元指数这一个月一度涨了 2.4%，而高利率预期下，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在往上走。这两个力量就像2把锤子同时砸在了黄金的头上。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。第二个原因更深一层，机构的强制平仓。今年年初，黄金的涨势非常猛，从去年年底一路涨到1月底5600美元。市场上积累了大量的多头头寸，这就像一个弹簧被压得越紧，反弹越猛，但松开的时候也弹得越厉害。战争爆发，股市开始剧烈震荡，道琼斯和纳斯达克一度下跌接近 10%。这时候大量机构投资者面临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：
我手上有股票在亏损，我需要补交保证金，但我没有现金怎么办？卖黄金。黄金是流动性最好的资产之一，在危机的时刻，它反而成了提款机。这个模式在2008年、2020年都出现过，黄金先跌，然后在后续走势出现强劲反弹。SP Angel 的金属分析师 Arthur Parrish 说得很直接，市场上那些快进快出的资金正在离开黄金这个空间，但他说这恰恰可能是黄金再度上涨所需要的，把投机盘清洗出去，才能让真正的长期买家进来。接下来这个数据可能会完全改变你对这个事件的看法。想了解世界黄金协会各国央行购金数据怎么读懂，我们的频道会定期做这些权威报告的中文深度解读，绝对有价值，点一下订阅，下一期报告解读你就不会错过了。我要跟你讲一个具体的故事，因为这件事非常能说明当前市场的本质。3月24日星期一，亚洲市场开盘，黄金已经连续9天下跌，市场情绪极度悲观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黄金跌破了一个关键的点位4100美元，触及了2026年的最低点。然后川普在 True Social 上发了一条帖子，他说他下令暂停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的所有攻击，期限5天。就这样一条帖子，布伦特原油立刻暴跌 10%， 跌到了95美元。黄金从4100美元一路反弹，最高涨至4480美元，一天之内上涨了380美元。但故事还没有完，伊朗方面随即否认了停火谈判的存在。这消息一出，黄金又回落，最终那一天下跌了 0.6%， 从4100美元跌，然后涨380美元，然后又稍微回落，全程不到一天。你理解了这件事情，就能理解现在这个市场，它完全是由新闻标题驱动的。每一条中东停火传言，每一条美联储官员的讲话，都能造成几百美元的波动。这种剧烈波动在黄金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。黄金上一次出现这种级别的单日波动是在1980年，那是上一次贵金属大牛市的最高点区域，然后是长达20年的熊市。但现在这个情况跟1980年有一个关键的不同，这就引出了第3个原因，也就是我认为的最关键的一个。我要给你讲一个在金银圈里面争论的很厉害的问题，这次修正是牛市终结的信号，还是牛市中一次正常的清洗呢？先看多头的观点， Goldman Sachs 维持2026年底5400美元黄金目标价位不变， JP Morgan 更激进，目标是6300美元，德意志银行给的是6000美元。这3家银行在整个修正过程中都没有下调目标，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央行购金没有停。我来解释一下央行购金是什么意思。2022年全球央行一共购入了超过1000吨黄金，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。2023年、2024年持续在高位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国家的央行，尤其是中国、印度、东欧国家，在俄乌战争之后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持有美元资产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被冻结。俄罗斯的例子就在那里，所以他们把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换成了黄金，放在自己国家的金库里。这个需求不会因为美联储加息而消失，它是结构性的。再看空头的观点， Kitto Metals 高级分析师 Jim Wyckoff 说，如果战争继续，黄金可能会跌破4000美元。他的逻辑是，只要油价维持高位，美联储就不敢降息，黄金就有持续下行的压力。还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信号，金银比。金银比就是黄金价格除以白银价格，现在这个数字大约是64。很多分析师认为白银的跌幅比黄金更惨，
从高点跌了将近 35%， 这意味着市场对经济前景非常悲观，因为白银有大量的工业用途，太阳能、电子产品、AI 基础设施都要用到。白银跌得更多，通常是市场给工业需求打折。但这里有一个反直觉的地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？历史上每次金银比达到了极高水平，白银相对黄金被严重低估，之后往往是白银的强劲反弹。1980年金银比曾经高到100:1，然后白银出现了一轮历史级别的涨幅。现在各方的观点非常分裂，一方说结构性需求没有改变，这次修正就是牛市里的一次洗盘，央行还在买，聪明钱正在入场。另一方说高利率环境持续，通胀粘性强，美联储没有降息的空间，黄金短期内还有下行的风险。两种观点我都给你说清楚了，他们在争的本质是同一个问题，这一次到底是1983年的崩盘，那次之后黄金进入了20年的熊市，还是2008年、2020年那种危机中的短暂下跌，然后再创新高呢？那个$4100的底部能不能守住？这就是接下来最关键的变量。还有一件事情很多人没有注意到，我之前提到的这次金银大跌的原因之一是机构强制平仓，就是因为一些基金为了应对股市亏损，被迫卖掉黄金换现金。但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关注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实体黄金的需求实际没有下降，金条和金币的溢价在过去几天明显收窄，这通常意味着实物买家在趁低吸纳。换句话说，卖的是纸黄金，买的是实物黄金。这个现象在每一次黄金大回调中都会出现，卖出的是杠杆仓位，接货的是长期持有者。总结一下今天讲的3件事。第一，黄金大跌是3重力量叠加的结果，油价飙升导致通胀恐慌，美联储转鹰迫使机构资金撤离，叠加多头仓位积累太多导致的强制平仓。第二，上周的那个$380的单日波动是市场上被新闻标题主导的极端表现，也说明当前金市的情绪有多么的不稳定。第三，多头和空头的争论核心只有一个，央行购金等结构性的需求能不能撑住这个地板，让这一次修正成为牛市中的一个台阶，而不是拐点。我不告诉你金价会涨还是跌，那是市场决定的事情，也不是我能告诉你的事情。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理解了这3个层面，你看经营市场的方式会和大多数人不一样。我们的频道会定期解读世界黄金协会的季度报告和各大机构的分析，这些报告才是理解央行购金趋势最权威的数据来源。想看这种深度解读，点一下订阅，每一期都不会错过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这次黄金的修正是牛市的终结，还是下一轮上涨的清洗呢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一期有价值，给我点个赞， YouTube 会把它推送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黄金白银的人。最后提醒一下，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个人化的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。我们下期再见。